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想必大家都知道，长相学家可以通过仔细观察手掌的形状、手指的长度、纹路的走向等，来分析个体的命运和性格特征。这种古老的占卜方式被认为可以揭示一个人的天赋、潜力、事业运势和财富状况。而在长相学中，特定的手相特征被认为是富贵吉祥的象征。那么它们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中指相对较长。那些长中指代表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和对财富的渴望，他们理想的目标必须是过上富裕而富裕的生活。要成为领导者，他们必须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在氛围中行事，并且要非正式。由于一些小财产的损失，这些人更有可能富裕和富裕。2. 手指没有缝合在一起。除拇指外，伸展其他4个手指，如果中间没有间隙，即使一块芝麻也不会掉出来。这样的人有很强的省钱能力。男性和女性都特别擅长财务管理，盲目的费用和开支，以及生活中的细心计算，这些人容易致富和昂贵。3. 厚厚的手掌。掌厚的人意味着财富的基础是好的，无论他们是生还是工，他们都充满了热情。他们有聪明的头脑和灵活的寻求金钱的智慧，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未来安静的工作。手掌的人更有可能变得富裕和昂贵。4. 太阳山隆起。太阳位于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财富。如果太阳在掌中升起，则意味着这个人非常有利可图，他有更多的工作奖金，他有机会发财，他可以省钱。不是钱，男人的财富是好的，女人很容易嫁给丈夫，丈夫是富有而有力的人之一。5. 财富线是直的。如果小指根下面有一条垂直线，那么这是一个幸运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富线相对深刻而有力，即使是一些人也有许多深刻而直线的财富，这意味着好运，那个有钱人。6. 手掌红纱，财运旺。好手其实不仅能反映财富，还能体现健康。掌红如纱代表人的美貌，是健康的表现。一个人的气质是好的，不仅手掌是红润的，而且脸也是红色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气。如果他是一个男人的手掌，宽而厚的手掌也是财富的表现。出生丰富而富裕，可以收集财富，工作和生意拥有广泛的财政资源。相对于肉合手的柔软，女性手与婴儿的胖乎乎的小手非常相似。它也是一个富裕而崇高的阶段，它不能被称为大而昂贵，至少从不吃喝住，尤其是有好运。7. 富贵多财。纤细而纤细的手是一双聪明的手，这个人很聪明。如果男性手指细长，指甲是正方形或椭圆形手是最好的。这个男人的思想很聪明，他的工作很认真，他有责任成为一个大人物，他将能够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发财。女性最好的是手指细长，指甲尖尖锐，矩形是最好的。如果手指短而粗，那就很尴尬。什么是玉手？什么是食指不接触阳春手？这是富裕生活的表现。你见过有钱人的手指粗糙吗？当然，手指就像一根竹筒，它们圆润细长，是最好的手。8. 手心洼，理发夹。当我们摊开手掌的时候，掌心明堂之处明显低洼凹陷的人，一般都能发财发达，成为人中之龙。然而，你一定不知道真正的手心低洼到底怎么看。通常，手掌自然伸直、伸平，4指合拢，然后往手心上倒上水。如果掌心之水能不流走的，才是真正的手心低洼。这样的人可是万中无一，必成富贵之人，名利双收指日可待。9. 智慧线有分叉。智慧线人纹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奔向水星丘，止于小指下方，此纹称为人纹金叉。如果你手掌有此纹，命里定有一笔不小的横财。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具有理性思维，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而且都有极强的赌博心理，再配合流年强运，常常一不小心就能赚大钱。10. 聚财纹多。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多条竖纹为聚财纹，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手掌上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星丘部位，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表明一生横财有道，不仅财运好，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生来命好，亲缘深厚，左手有这样的纹路，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而如果右手生有，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11. 元宝的形状。如果手中的线形成一个梯形，或者是口字形的，尤其是梯形接近于象征着财富的元宝形状，若封闭且紧密，四角不漏，这样的属于是财库，能够有着很强的聚财力，力度很强。
生活工作里收入高，非常容易存到钱。如此的女性不仅仅是自身的财运很好，还能够旺夫旺家运，给配偶带来好运，成为富太太。12. 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断掌和玉柱纹呈现十字形交叉，这种纹路叫做家里纹，是断掌中的大富大贵相。有这种手相的人，比标准断掌命更好，富贵双全。13.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代表着财运以及事业的基础好，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上都能够充满着干劲，有着聪明的头脑和创造力。这样手相的人会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去用心努力着，日后必定能事业有成，容易大富大贵。当然，除了上述所说的手相外，这9种手相被认为是绝对好命，象征着一生的幸福和富贵，包括身体健康、理财眼光、把握商机、潜力充沛以及财运亨通等多个方面。这些手相不仅仅是手部特征的象征，更是命运的预示，为持有者的人生注入了祥瑞的元素，让他们得以走上人生的巅峰，实现非凡的成就。我们接着一起来看看吧。1. 掌红如血色。手掌红润如血色，不仅是身体健康的象征，更是幸运与福气的注脚。这样的手相几乎宛如上天宠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犹如得到了神明的庇佑，一切都能够顺利如意。这种红润的手掌让持有者的财路如同畅通无阻的河流，财源滚滚而来，生活充满了富足和繁荣。红润的手掌不仅仅反映着健康的身体状况，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展现。这些人拥有强大的生命活力，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与活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以乐观的态度积极面对，迎难而上。同时，这样的手相还代表着持有者在人际关系和社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与支持。红润的手掌散发出一种阳光般的气场，使得他们在交往中更具吸引力，人缘也自然水涨船高，财路畅通，财源滚滚，是这种手相带来的独特福气。无论是事业发展还是投资理财，持有者都能够轻松获取财富，财运亨通。这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更包括了事业的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因此，红润如血色的手掌是一种幸运的象征，为持有者带来了全方位的好运。在他们的人生旅途中，无论是健康、事业还是财富，都能够走上幸福富贵的光明之路。2. 掌中有黑痣。手掌内有黑痣的人，证明此人非常有抱负，内心十分有远见，眼光独到。他们总是可以从生活的细微之处发现商机，因此总是可以比别人抢先一步获得赚钱的路径。3. 手指如竹笋。手指要是如竹笋般修长细腻，那么注定此人必定是个富贵之人。因此手指长的人善于抓钱，同时很擅长理财，因此钱财到了他们的手里只会有增无减，自然就会富甲一方。4. 手软如棉花。手掌一定要柔软有肉，这样的人命中注定就很富贵。他们一般都是生活在富裕之家，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长大后能够得到六亲的支持，因此做什么都极易成功，自然就不会缺钱。5. 六花纹。所谓的六花纹，是指在手中有一种类似六角小花一样的纹路，此手相为大吉之相，能够有此手相之人，早早就拥有别人想要的一切，晚年的运势更强。就算是早年的运势再差，也能白手起家，成为人上人，过上富贵的生活。6. 折桂纹。折桂纹是指一条由金星丘底部延伸出来，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球向上延伸的纵线。有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在生活中遇见贵人，必能逢凶化吉，早晚能发达，成就一番伟业。靠贵人起家，事业运与财运也会跟着上涨。7. 宝云纹。手掌中的宝云纹在手掌中像是螺旋一样，一圈一圈向外推开。有此手纹的人非富即贵，日后必定能够做成大事业。若是经商，头脑聪明灵活，抓住赚钱的时机就会马上行动。若是为官，也很快能在官场中站稳腿脚，为人聪明圆滑，处事果断，升职加薪快。8. 金花印纹。手掌上的金花印纹，手掌上的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有俗语文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由贫。有此手纹的人具有极大的潜力，日后能跻身名望贵族，是典型的潜力股。这样的人就算是早年的生活差，也很容易大器晚成。一旦抓住良机，就能够节节高升，平步青云，出人头地，带旺这个家族，光耀门楣，为子孙后代谋福利。每个人的手相都有所不同，有些手相是我们常见的，而有些人手相却很罕见。10种罕见的手相，快看看你有没这些手相吧。9.
神秘十字线。拥有神秘十字线的人，直觉敏锐，灵感很多，创造力强。一、拇指眼睛纹，夫子眼、凤眼纹。凤眼纹位于大拇指的中间指节纹上，由2条闭合的线纹构成，形成像丹凤眼一样的图案。凤眼纹的形状越像眼睛，越有福气。长有凤眼纹的人乐于奉献，大爱无私，拥有和谐恩爱的婚姻感情生活，是一个好老婆、好老公。要是右手拇指有夫子眼，食指有3约纹，则是大吉之相，富贵无边之人。这位女士的手相夫子眼清晰，手上多吉利符号，也是很难得的吉祥如意手相，后富无穷，于事不吃苦。2、拇指眼睛纹，佛眼纹。有人常常会混淆这2种拇指的眼睛纹，以为是同一种，其实不然。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2节，手掌虎口之上，呈一个眼睛纹或者几个眼状纹。手相此纹表示此人极为聪明，有相当高的智慧。因此，佛眼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才华，往往名誉清高，美名远扬，属于才华先有，厚德富贵之人。3、生命线上眼睛纹，往往属于运势极其缺乏之人，今生注定要事业无事业，要夫运无夫运，要健康无健康，倒霉一辈子。老来还没有子女福气可享，属于一生都大穷大贱的命格。手指中间漏财，一点点钱财也守不住，更加贫穷。智慧线短直，说明性格直，不懂察言观色，也是比较愚笨，注定没有工作运。感情线驳杂，婚姻争吵不断，感情很差，心情低落。除了上面这3种眼睛纹，我们手上还有对很特殊的纹路，通过这些特殊纹路也能了解一些命运信息。接下来大佬总结了几种比较罕见的，给大家介绍一些，不妨参考了解。1、美鹿纹。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而且都是偏斜成横纹状的三角纹。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就是美鹿纹。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坤宫或艮宫等区域，纹路清晰深刻，象征着吉祥与富贵。掌中生有美鹿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一生物质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福泽深厚，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所到之处自有人代为上宾，过得舒适自在，有一定的学习机会，见解非凡，长大能够大有作为，飞黄腾达。如果这种手纹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越父辈，也是光宗耀祖了。而且有这种掌纹的人一生贵人运很好，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也就是说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而获得好运，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2、金花印纹。手掌中有2个米字纹并排而立，是为金花印纹，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不算作此纹。有诗说纹带金花印立身，此生富贵不忧贫，男儿指日封侯相，女子他年国内人。拥有金花印纹的人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尤其是享社会名气，受人尊敬，女子易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纹，这种手纹不仅十分漂亮，还寓意无比吉祥，代表人的贵气。在古代，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一登龙门，身价100倍，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上等人。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必然可以嫁入侯门，飞上枝头当凤凰，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这种手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男人有此纹可当大官，女人生此纹可成贵妇。3、千金纹。
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有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否则必冲毁前程。这种人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财运会更旺盛。4. 三奇纹。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通常可分为2种，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3条向上的线。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可多方面发展事业，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女性主干练持家，夫旺兴家，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男性主先成后败，女性主到老孤独。另一种是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或者是健康线集结在一起而成的。如果掌中有此纹线，其人会名利双收，具有事业潜能，很是了得，绝非凡品。其人的成功与著作、社交或口才有关，如作家、律师、教授等。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2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3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3奇纹明显的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有3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5. 宝运纹。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纹，如月晕一样，就是宝运纹。月为阴，主钱，故此纹主经营得财，其财富就像水中涟漪一样，一圈又一圈，一波又一波。宝运纹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掌纹，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往往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家运亨通，不是封侯拜相的大贵之相，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如果宝运纹像铜钱形状，则家中有食有财。通常掌中生有宝运纹的男人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升官发财比较容易，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能够富贵双全。掌中生有宝运纹的人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有所建树，所以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会令其很富有，但是不要忘了，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一切都是辩证的。如果宝运纹位于拇指根部的震宫，震为雷，预示其人多为大贵之人，亦会有大灾相随，一生运势波澜壮阔。宝运纹因为利于事业，所以女人拥有宝运纹往往不以己论，会很不利婚姻，
多有三婚不止的倾向。尤其如果宝运纹正好落在手掌的田宫，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当然，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一些吉祥掌纹的出现，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但还是要看整体手相，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看手相是以前在民间比较流行的一种算命方法。算命先生会拿着人的手开始端详，从你的手纹、掌纹来看你的运势。算命先生除了看这些外，还可以从你手上的某些不明显的特征，看出你有什么事情要发生。记得之前有一位来看手相的女士，她一伸出手，我就知道她这辈子吃喝不愁，不仅有财气，而且还有福气。因为我看到了她的手上有富贵窝，那富贵窝到底在人手上的哪个位置呢？手上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又如何？手上还有哪些是富贵的象征呢？大佬今天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一、什么是富贵窝？大家将手背摊平，可以看见每个手指的正下方都有一个凹陷处。当然有的人多，有的人少，很少有人除了大拇指外，其他4指下都有凹陷的。这些凹陷的小窝就是富贵窝。手指下的富贵窝越多，说明这个人越富贵。这种人现在在事业上可能有些冒进，而且做事可能也不太爱动脑子。但是在关键时刻，这种人却是意志最坚定的那个人，并且还具有突破旧事物、旧思想的魄力。他们在事业上散发出来的气场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一般他们都当领袖，而且获得的财富也很大。2、不同位置有富贵窝的人命运如何？一、食指富贵窝，事业顺利。食指上的富贵窝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事业顺利。手背食指下有小窝的人，在事业上很容易就能取得不凡的成就。但是这种成就并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得到的。有些人往往努力了一辈子，但是收获很少，与自己的付出不成正比，事倍功半。这种人的成功不仅仅靠自己的努力，更多靠的是幸运。如果这种人真心为你把握，就是这种幸运和机遇，他们在事业上定然会蒸蒸日上，而随着地位的提升，薪水也会随之变得丰厚。2、中指富贵窝，财运滚滚。在手背中指下方有一个小窝，主其财运滚滚。这种人无论是正财运还是偏财运都是极好的。他们好像一个磁铁，把四面八方的财富汇聚到自己的身上。同时这种人也会把好运气带给身边的人。在生活越来越富裕的时候，身边的人也会过上好日子。这种人最适合进行投资炒股或买彩票等活动。投资获利或是彩票中奖，对他们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大财小财不断，如果一直积蓄的话，迟早会富甲一方。就算整日挥霍无度，也不会缺钱花。3、无名指富贵窝，贵人多助。无名指下出现小窝，主其多贵人相助。这种人的人缘很好，在交际场上如鱼得水，并且生活中他们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朋友。他们能将这种人脉关系运用到自己的事业上，给自己的事业运势有所加强，并且这种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得到身边朋友或者是家人的助力，还能将困境转化为机遇，一跃而上，生活也是衣食无忧，富贵多金。4、小指富贵窝，身体健康。小指下出现的小窝，主其身体健康。有这种手相的人，一生中都不会出现什么大疾病。
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种人身体不会出毛病，并且每日都是干劲十足、精力充沛的样子。不仅自己积极向上，还能给别人带来活力。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保持良好的心态，在工作中也是受同事的喜爱，受领导的赏识，一辈子过得也是无忧无虑，没有什么烦恼。5. 手指下有4个富贵窝，桃花运不断。手背肉厚而有4个小富贵窝的人命运好，他们无论外貌长相还是性格脾气都是极好的，很容易吸引异性的注意。这也证明了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携手走完下半生的另一半，同时他们也懂得怎么持家，能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3. 其他富贵的手相特征。1. 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竖纹多，聚财纹。正所谓人无横财不富，手指上以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掌管偏财运势的水丘星部位，如果生有数条密集的竖纹，表明一生横财有道，不仅财运好，更是衣食无忧的象征。生有这种聚财纹的人，生来命好，亲缘深厚。左手有这样的纹路，则可通过官运亨通发家致富，可做老板；而如果右手生有，则是生意场上的风云人物，一生钱财权势可兼得。2. 拇指中间有闭合圈纹，凤眼。人的拇指生于手掌的金丘星部位，主一生田宅官禄的丰足程度。而拇指上的横纹之间如果形成闭合圈纹，形如眼形状，则是典型的凤眼纹，换言之，也是难得一遇的前眼纹。拥有这样纹路的人，手气极佳，运气傲人，做生意往往只赚不亏，一生广交朋友，财源广阔，不但有横财，更有贵人相助。到了中年之后，可有钱有势。3. 生命线和智慧线交叉延伸到掌外，财库纹。生命线和智慧线可以称之为手掌上的天地双纹。看命运好不好，运程顺不顺，多数就是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而如果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位于掌外，分叉纹路有几条，就说明一生财路有几条。延伸的越长，就表明钱财越多。这样的人不仅生来含着金汤匙，更是财路的人，此生注定中一次100万大奖，或是通过生意发家者大有人在。4. 掌中三奇。从一个人的手掌上巽离坤称为掌中三奇，这3个部位隆起饱满，代表此人财运佳，正财偏财都比较强劲，为人生财有道，很能利用细小的方式去赚取大钱，头脑甚是灵活变通，为人处事很有一套法则，多能得贵人之财。5. 手指有肉，十指连心，指头上其实也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发达运势。如果手指上有肉，说明此人一生不愁金钱，属于大富大贵之人，天生就有旺福命。他们能靠着自己的实力，双手抓金抓银，一生最有福气，最有财运。尤其是女人，这个地方有肉，代表了兜里有财富，心中无压力。6. 元宝纹聚大财。在手掌中心的纹线如果形成一个梯形，上面宽下面窄，形如元宝，而且封闭比较严密，4个角不漏，这属于有大财库的手相，代表其人有很强的聚财能力，容易有很多的资产，如房子、车子等。元宝形状越大，则财产就越多。有的人手中有大元宝，有的则是小元宝。不过有元宝纹的人通常都比较富有，代表生活富贵的意思。有元宝纹的女性不但自己财运好，而且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易成为富太太。
其实手相中形体纹理、符号色泽缺一不可。吉利的符号对人生运势起到一个明显的帮扶作用，富者更富，贫者脱贫，早晚必富。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